Hello，大家好，我是 Jeff。那这一只呢，是我跟我老婆一起领养的喵喵，它叫悠悠。那这一集影片呢，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家悠悠它治疗过度舔毛的心路历程。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影片吧。悠悠是我跟我老婆在中途咖啡领养的猫咪。那在领养的时候，其实店员也有告知我们说，悠悠它有过度舔毛的问题。但老实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于过度舔毛这件事情其实没什么概念，只觉得可能是在中途咖啡这个环境没有那么样的好，所以说带回到家里面适应一下，应该就会改善。不过等我们真的把悠悠接回家之后，才发现这个问题真的没有那么简单。悠悠刚被我们领养来的时候，皮肤的状况真的是很差。从照片里面其实就可以看到，它的肚子、尾巴，然后还有2只后腿的内侧，甚至还有右后腿的外侧，其实几乎都是秃的。而且它真的很常在舔毛，而且一舔下去，通常我印象中大概3到5分钟不会停的那一种。那还有一些情况是，甚至于它会去啃它的皮肤。那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皮肤状况一定是经常都处在非常痒的状态。还好，真的是还好，我没有后来有带他去看医生。那看这个是他现在的样子，毛都长齐了，那尾巴也没有再秃秃的了。虽然偶尔还是会舔毛，不过基本上已经都看不到啃毛的状态。那真的是很庆幸有带他去看医生，很值得。因为刚领养悠悠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带他去做健康检查。也因此，我们最初接触到的医生其实是一般的兽医。那当下当然我们有询问这个医生，就是悠悠他皮肤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子，原因造成的。医生有跟我们讲说，通常这样子过度舔毛的情况发生的原因基本上就是2种，第一个心因性的因素，第二个那就真的就是皮肤炎。所谓的心因性的因素的话，其实简单来讲就是猫咪它太过紧张、焦虑所造成过度舔毛的反应。那倘若是心因性的因素的话，要治疗其实就是想办法让它放松。所以医生有给我们建议，就是第一个多陪它玩，然后第二个可以买一些费洛蒙的产品放在家里面，因为这些可以帮助猫咪舒缓情绪。然后第3个就是买一些可以舒缓情绪或者是放松的保健类食品给悠悠吃。那这3样我们都有做，不过效果其实基本上是0了，没有任何改善，所以最后我们就决定还是要带悠悠去看皮肤专科。我们去的皮肤专科，它的名字叫做乐福利动物医院。医生看过之后，最初开给悠悠的药是安养块，再加上类固醇。那因为这边要进入重点，所以容我稍微说明一下。悠悠的皮肤科医生，他开给悠悠的药前后一共有2种，第一个是安养块，然后第二个或另外一个则是环孢素。安养块它是药丸固态状，那环孢素的话则是液态，然后安养块比较贵，环孢素的话则是便宜不少。此外呢，安养块它的药效比较快，但是没有那么持久。那反之，环孢素的话刚好相反，环孢素的药效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它才会起作用，但是它的药效能够持续比较长一段时间。医生为了能够让悠悠的情况在最短的时间内马上能够稳定下来，所以说最初开给悠悠的药是安养块。那成效也非常明显啦，只是在喂药的时候，对我跟我老婆来讲是真的充满艰辛跟挑战，因为我们2个其实都是养猫新手，那真的不要说像喂药这种非常进阶的技能，对我们来讲真的很困难。除了吃药外呢，医生当时也有吩咐我们要观察悠悠它是不是因为食物过敏而引起的皮肤炎。
因此呢，在治疗的阶段，其实我们都只给悠悠吃纯鸡肉的罐头或者是干干。那至于说为什么要纯鸡肉，主要还是因为蛮多猫咪其实它会对于鱼肉或者是海鲜类会过敏，也因此医生就告诉我们说，就先给它吃纯鸡肉的。那只要在这个吃药的期间，药效是或者说改善的状况是非常明显的，那基本上我们也就可以同时排除悠悠它对于鸡肉是会过敏这件事情。那因为吃药的效果非常好，所以也就等同证明悠悠它确实就是环境过敏，也就是俗称的异位性皮肤炎，而不是食物过敏。说回吃药的部分，悠悠吃安养快的频率呢，从最初是1天2次，然后1天1次到2天1次，然后最后是3天1次。那到3天1次的时候，其实我跟我老婆就有发现，她又开始舔毛，还有啃毛，所以说就又回去给医生看。那医生就跟我们讲说，先把药量恢复到1天1次，最主要是要把这个症状赶快再压下来。那压下来之后，我们就正式开始是从安养快再加环孢素这个组合开始去做投药了。其实悠悠在吃安养快的中间，我跟我老婆是有一度尝试要让她改吃环孢素，除了是比较便宜之外，那环孢素的药效也比较持久，所以说理论上吃药的频率是可以降低。但第一次改成环孢素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把那个环孢素是液体嘛，我们把液状的东西滴在它的罐罐里面。那一开始的头2天它还有吃，不过到第3天以后，大概发现味道不对，所以就都不吃了。那因为食欲变差、食量变小的关系，甚至于后面还出现了便秘的状况。那连续3天都没有便便，所以我们很紧张，还把它直接送去急诊，拿软便剂回来。我们真正开始持续喂它吃环孢素，是一直到我跟我老婆一个人就能够搞定喂药这件事情才真正开始。那至于说有些人可能会想说，液态的环孢素它要怎么样用喂药器来喂，其实也很简单，你就是拿针筒，然后把液态的环孢素抽起来，然后呢胶囊打开，然后把液体的东西挤进去，合起来，然后呢重点是要冰冷藏，等到你需要的时候再这样子拿出来就可以喂了。一定要冰冷藏，因为如果你液态的东西很容易或者说很快就会把胶囊给融化掉了，所以一定要先冰冷藏，等到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目前悠悠它吃环孢素已经吃了2个多月，那从每天早晚各1次，到现在是2天才需要喂1次，那后续就看看是不是能够再把这个频率进一步的降低。说到喂药这件事情，其实我跟我老婆一开始真的看了好多的 YT 频道在分享如何成功喂药，从把胶囊塞到肉泥条里面骗它吃药，或者是把胶囊放在喂药器里面，然后上面涂满肉泥，想办法去喂药等等的方法，其实对我们来讲都试过，但也都失败。胶囊涂肉泥，悠悠就把肉泥舔掉，然后就走人。那如果你想要捏它脸颊的话呢，它就会开始八股倒车，然后最后我们都只能把药磨成粉状，然后混到肉泥里面去骗它吃，才能够顺利完成喂药这件事情。但因为磨药还是比较麻烦，而且说真的，我们并不想要给它吃太多的肉泥，所以说我跟我老婆其实都有强迫自己要学会如何用喂药器喂药这个动作。那一开始我跟他还是需要分工，我的工作是负责把悠悠的嘴巴撑开，那他是拿着喂药器看准时间就把药嘟到悠悠的嘴巴里面去。不过现在因为我们跟悠悠其实彼此之间应该都习惯喂药这个事情，其实尤其啦，应该是说悠悠他已经习惯喂药跟吞药这个动作，所以我们现在其实都已经可以一个人就完成一个人一手捏脸颊，一手嘟药这个动作。那这边的话，我想要跟各位分享3个小心得。第一个，捏猫的脸颊，你是需要捏在
它的上颚跟下颚这个中间交界处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说法，是因为猫咪你去捏它这个地方的话，两手这样子捏它的这个地方的话，因为猫咪怕咬到自己的肉，因为你去捏它，所以肉会往内挤，它怕牙齿咬到自己的肉，所以说它嘴巴就会张开。那你可以不用太用力，真的，我试过，不需要太用力，你只要捏对地方，其实你只要捏对地方，它自然就会把嘴巴张开来。那第二项，我是建议你们如果新手的话，可以把猫就抱到高脚椅，那种其实就是让它比较难逃脱的地方进行喂药，我觉得会相对在平地上面，因为你自己站着会比你要弯腰蹲下来喂又容易了一些。那另外一方面是它也比较难逃脱，因为像我们家悠悠它就是会一直不断的 bug， 所以如果你是在平地上面的话，它的空间就很大，但是在高脚椅上面，它的空间相对就少很多。第三，要买对喂药器，我们非常推荐这一款丹麦的 KURSE 这个喂药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买也是从虾皮上面随便买那种便宜的喂药器来试，不过直到后面就有人介绍这个喂药器，那我们买回来以后就发现，哇，手感真的差很多。那这个钱真的不要省，尤其是喂药器它的这个软头的部分，最好要是跟这个喂药，主要是这一块这一段，它要是一体成型的，不然的话，你要是在喂药的过程一个不小心，这个软头掉进猫的嘴巴里面，进到食道里面或者是胃里面，那就只能够开刀取出。总之，喂药是真的需要训练跟练习。我跟我老婆真的也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想至少有1个月的时间，每天早跟晚都各要喂悠悠1次，所以我们才能够练到现在单手或者不是单手，一个人双手就可以喂药这程度。那我觉得每一只猫它的个性其实都是独一无二，所以说身为奴才的你，其实要做的事情就是去 research， 不断的 research， 找到适合你家主子的方法。越认识异位性皮肤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大概是没有办法根治的病啦。也就是说，悠悠它应该会一辈子都要吃药。也因此，其实对我们来讲，现在希望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在吃最少的药量情况底下，维持它的生活品质。那此外呢，医生也有跟我们讲，就是说家里要经常打扫，要让环境清洁，然后甚至于其实也建议，如果家里有你家小孩是有异位性皮肤炎的话，可以多买几台除湿机，让家里的湿度降低。这些都是可以让猫，或者说让你家小孩生活上更舒适的辅助工具之一。每一只猫都不一样，那希望每个用心的爸妈都能够找到帮助自己小孩的方法，也希望我们的经验可以给你们一些帮助。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谢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